7.0.14 版新增的 Qualts 新的語法，提供了跟 Admonition 相同的一個顯示的功能。今天我們就使用 Admonition 9.0 的版本來比較一下，跟最新的這個 Qualts 的語法到底有哪一些差別。同時 Admonition 外掛又提供了哪一些更加強的功能，來增強對 Qualts 的一個支援。以下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Qualts 的語法。Qualts 語法基本上是採用引用的寫法，也就是用大於空格來開頭，後面接上一個中括號。那在中括號裡面呢，就是放上一個清單號，清單號裡面就是我們 Qualt 使用的格式。那在中括號的後面呢，我們可以用加號跟減號來表示是不是要顯示這個折疊的圖示。如果加號的話呢，就表示它是展開的格式，減號就是收合的格式。如果你沒有加號没有減號的話，它預設就是不顯示折疊的這個圖示。像我們這個語法呢，基本上它就是用大於空一格開頭，然後有一個中括號。那中括號的裡面呢是驚嘆號 tipper， 那它顯示的就是 tipper 這一個 Qualt 的語法，後面的這個文字呢就是顯示出來的標題名稱。那我們這一個呢，因為它的中括號後面沒有加號也沒有減號，因此它呈現出來呢，最右邊就不會有一個折疊的圖示。如果我們要出現折疊的圖示的話，就是在這一個中括號的右邊加上一個加號，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就顯示出了一個图示。那這一個圖示呢，就是可以讓我們做折疊的切換。如果是加號，預設是展開的。那如果說我們希望它預設是收起來的，像這樣子的收合狀態的話，我們就是把這個加號改成減號，它就會是收合的狀態了。那它基本語法就是這個樣子。提供的類型呢，有下面這幾種，我們都可以分別來使用。任何一個英文的字母都可以形成一個不同的 Qualt 的格式。下面我们来比較一下目前 Qualt 的語法跟 Admonition 的語法到底有哪一些差異。第一個不同點是複製的這一個按鈕，只有在 Admonition 9.0 才會出現。那這是 Admonition 新增的一個功能，目前是 9.0 就有這一個功能。那不曉得以後新的對於 Qualt 的資源會不會也把這個增加給 Qualt。那目前呢，我們看到我們這個第一個這個區塊它是 Admonition， 我們在右邊可以看到這個複製的這個按鈕，點擊了以後它會把區塊的內容複製到系統剪貼簿。那下面這個是 Qualt 你可以看到它沒有任何的一個複製的功能。那這個複製是什麼呢？是這個程式碼的複製的功能，就是我們三個倒引號顯示的這一個程式碼區塊的複製。那本身這個 Qualt 本身的這個整個大區塊並沒有複製的這個功能，只有 Admonition 會有這個複製的功能。那這是第一個最大的差別。那第二個差別是在標題的跟折疊狀態上面Admonition 呢，我們可以使用參數，它就必須用 title 跟 collapse 來指定它的折疊狀態。那跟我們 Qualt 用加號減號不一樣。另外第三個不同點Qualt 的有自定圖示跟顏色的參數，因此它可以自己在寫 Admonition 的時候呢，就可以自己把 icon 給換掉，或者是把顏色也給換掉。那目前 Qualt 沒有這樣子的擴充的功能。另外在編輯區塊這邊是兩個也是很大不同點。Qualt 呢，我們知道在 Qualt 的區塊裡面隨便點擊一下，它就會立即進入編輯狀態。但是 Admonition 呢，必須要點擊最右上角的這個小於大於的符號。比如說我們看 Admonition， 我們點這個裡面是沒有辦法進入編輯狀態的，我們必須在最右上角點擊這個 Edit this block， 它才能夠進入這個編輯的狀態。那當然了，這今天講的其實都是在 Live Preview 的狀態下面的一個狀況。Qualt 呢，只要直接在整個 Qualt 的區塊裡面的任何位置點擊一下，它自己就會馬上進入全選，並且進入編輯狀態。那因此在這個操作上面，其實是 Qualt 會比較方便一點。那只是很討厭的是，它會整個把它先給全選起來，那必須再多做一個 click 才可以再去繼續做修改。接着就是兩個的雖然是提供了相同的功能，但是它顯示的圖示還是有小小的差異。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個是 Admonition 的圖示它是一個 solid 的是實心的，但是 Qualt 同樣的一個 tipper 它是顯示成是空心，它的图示還是稍稍有一點點不一样。再提到一個測試的顯示出來的一個狀況就是 Admonition 它目前的草創式程式碼會有一點問題，在 Live Preview 的時候呢是有一些狀況。比如說我們下面這一段這一個內容是從它的 GitHub 上面的官網上面複製過來的，你會看到它後面這邊其實就
就出現了異常。理論上這個應該是要變成另外一個區塊，是在整個admonition的區塊裡面才對，但是它卻跑出這個程式碼出來，那這個是它的目前的一個小問題。我印象中以前並沒有這個狀況，就是它的槽狀式呢，就是只要再多加倒引號就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槽狀式的一個狀態。比如說最外層這個呢是5個倒引號，在裡面一層呢是4個倒引號，在最裡面的那一層是3個倒引號，它是類似這樣5、4、3，然後就可以形成一個槽狀的結構。Coat 的槽狀要怎麼來做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槽狀式其實就是大於空格那這是第一層。然後我們如果有程式碼的話一樣要用大於空格，然後再寫上3個倒引號，再把程式碼給寫進來。那記得就是所有的這整個區塊都必須用大於空格的引用格式才可以顯示在這裡面。因此程式碼的記得要加上這個空的這一行，也必須要有一個大於跟空白。那後面這邊是我們用 data view 來顯示，它其實也是很正常，只是所有全部都要用大於空格開頭才可以。那它的槽狀式就可以看到這邊我们就是槽狀式嘛，那就是再多加一個大于空白就可以了，這個就會變成第2層。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顯示其實是很正常的，因此 Coat 在這個槽狀式上面的表現，其實目前看起來是比 admonition 還來得完整一些。以上就是簡單的 admonition 跟 Coat 的一個基本語法的一個比較。那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慢慢要過渡到 Coat 的語法去，就是這個 admonition 呢，基本上就是將來就是只是以前相容性的寫法，那全部都改成用 Coat 的這個語法，對於將來的擴充性跟延展性來講可能會比較好。今天就透過這個比較，也介紹了 Coat 的這個語法給各位，那希望對大家將來在使用這個 Coat 的這種語法的時候能夠有一些幫助。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